你干嘛穿成这样？你让我进来再说吧。我那天在餐厅明明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说你明白。我明白，你很重视我们的宝宝，你想给我们幸福，我明白。你明白，为什么还打扮成 Queen 的样子？我知道你对 Queen 没忘情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也可以很像她的。你打扮的再像她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你是你，她是她，不是这样化个妆、换套衣服就能变成她。有什么分别啊？她做到的，我一样可以做到。不对，我做的会比她更加好。我会煮饭，我会做很多家务，我一切都以你为先。你做的再完美也没有用啊，因为我贺立伟喜欢的，永远都只有 Queen 一个人。为什么？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我求求你，你跟我在一起啊！那我想说的都说了，你脸色很苍白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这样对宝宝不好。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啊！我不走。你不要这样，你再继续纠缠下去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心意。你会的，你一定会的，你会接受我的，你会想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在一起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们在一起啊！既然怎么说你都不懂，好，你跟我来，跟我来。麻烦你看清楚，这些箱子是我从 Queen 家里搬回来的，我拆了没拆过，因为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原封不动地搬回 Queen 家里。还有，床头柜的照片全部都是 Queen， 她这个位置永远不会有人取代，你不要妄想了。让开！不可能的！不可能的！不可能的！喂，放手！你小心一点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和宝宝。宝宝没了。是不是你跟我在一起，他就会杀了你？你没事吧？我这么爱你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杀你的人是 Queen， 我亲眼看到 Queen 拿着毒针插路易斯，是他杀死路易斯的。你一个人去贺立维家找他，当时家里只有贺立维一个人。水慧明什么时候进去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见他杀了路易斯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水慧明杀了人之后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当时我很害怕，我马上就走了。当时你在屋里的什么位置？你是怎么看见整个过程的？总之我看见了 Queen， 他嫉妒我有了宝宝，他没有，他宁愿杀死路易斯都不肯让给我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如果真是嫉妒，那他为什么不杀你，而是杀贺立维呢？孩子没有错吗？绝对不可以伤害我们母子的，是不是啊，宝宝？没事的。我们查到上个星期，你被手推车撞伤进了急诊室，医生确定是流产，你还多留了1天，进行子宫清刮手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差点保不住。医生说要留院观察，幸好我们2个母子平安，才能出院。我和宝宝要看着杀路易斯的凶手坐牢。现在整件事都清楚了，你们还不抓人？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坚持当天水慧明在场的话，我们需要拿你的指纹来做比对。拿呀，快拿！要不要拿 DNA 呀？是不是要用棉花棒刮舌头？我懂的，拿呀，快点啊！我又查了急诊室的记录，确定以琳是流产了。有医学研究指出，每100位产后妇女会有10至15位患上产后抑郁。
情况严重的还会演变成 puerperal psychosis， 产后精神错乱。虽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，但是妇女流产之后身心受创，会导致病情迅速恶化。产后精神错乱会出现情绪躁狂或者失控，出现幻觉、幻听、妄想，跟以琳的症状很相似。因为精神错乱，他就认定亲眼看见 Queen 杀死路易斯。虽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，但是我知道心理学有一种叫错误归因的现象，就是真实的记忆内容会随着时间、空间、环境的变化而开始扭曲，甚至让人把错误的幻想当成事实，造成虚构记忆。同意。澳大利亚有个案例，有个女人报警被人强奸，还说犯人是一个很出名的节目主持人，但是警方查到这个主持人在案发的时候正在电视台做直播，根本不可能犯案。那个女人被侵犯的时候根本没看见犯人的脸，她只是看到电视里在播主持人的节目，她就把犯人假想成了主持人。就是说，以琳流产之后患上了产后精神错乱，后来她找路易斯要求跟她复合，但是路易斯拒绝了她。当他亲手杀路易斯的时候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跟Queen的衣着打扮一模一样，他不想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，所以就把杀了路易斯的凶手当成Queen。一时执念，不但动了杀机，还让自己失去理智。我建议找法医精神科的专家帮以琳做一个详细的精神评估，以后上庭应该能帮到他。不过这个 case 还没结束，我看过 IB 的指纹报告，你们后来拿到以琳的指纹做比对，屋子里除了路易斯和 Queen， 还有以琳的指纹。但是路易斯家的大门门把有被清理过的痕迹，上面只有 Queen 的指纹。如果以琳真这么理性，会清理指纹，不可能只清理大门门把。相反，如果他没清理过就走，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门把上没有他和路易斯的指纹。原因只有一个，有人清理过大门的门把。不过不是以琳，而是其他人。而这个人是在以琳离开之后 ，Queen 发现路易斯的尸体之前进过那个房子。喂 ，OK， 马上给法证送过去。有人报警，路易斯那个村口的花坛里面找到一根装有液体的针筒。针筒上面的指纹跟以琳的比对结果吻合。进来，高 Sir。针筒液体的化验结果已经发给你了，里面的透明液体是维库溴胺。维库溴胺跟路易斯后肩针孔皮肤组织验到的药物成分一样。针筒最多可以装10毫克的药，现在只剩5毫克，就是说注入路易斯体内的维库溴胺不会超过5毫克。只注射5毫克会有什么反应？肌肉无力、反应迟钝、说不出话，不过最大程度只是手脚瘫软不能移动。但是还不至于窒息。以路易斯的体重，起码要注射6至8毫克才可能起到麻醉的作用。要致死的话，就算注射整个针筒的剂量都不可能。所以杀路易斯的不是以琳，是另一个人。如果后肩被注射维库溴胺不是死因，也验不到路易斯服食过任何药物，那让他致死的药就是从其他针孔注射的。那个打完针没马上按压，有淤血的针孔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只有一个针孔有淤血。但是之前已经检验过路易斯所有针孔的皮肤组织，只验到他用过的止痛药 paracetamol。如果凶手注射的是一种人体快速代谢分解的药物，那在皮肤组织就不会验到药。那我们就针对皮肤表面的代谢物再做一次化验，应该可以找出真正导致路易斯窒息死亡的到底是什么药。哎，武医生，坤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想有1年多没见你了，之前常听路易斯提起你，听他说你不做皮肤科医生，转去做医学美容了。美容院生意怎么样？还在筹备，不过自立门户真的比想象中困难多了。我明白，路易斯生前也想开自己的诊所，很多事要准备，但是最终还是没完成心愿。路易斯真的走得很突然 ，sorry， 我最近比较忙，都没慰问过你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我今天就是要帮路易斯办一些手续。路易斯一定不希望你太难过，他对你真的很好，经常在我面前夸你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谈事情，他突然接到你的电话，说会提早下班，他说要马上走，差点连咖啡都弄洒了。他应该是不想我等太久，他一直很迁就我。他曾经说过，
爱一个人，就不应该让对方等，而是由自己来等对方。所以他要比你早到家，等你回来。我亲爱的女王陛下，晚饭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这道甜酸排骨里面的甜度特别为你调整过，让你吃完之后甜蜜蜜。真不知道你是不是合格的牙医，给女朋友吃这么甜的东西，不怕我会蛀牙？有我这个首席牙医为你监察，你不需要担心。而且不甜怎么叫 home sweet home 呢？那我也要下定决心学好厨艺，就算不会做菜，起码也要煮一锅好饭，让你回家就闻到饭香。那我就期待那一天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一打开门喊一声 Queen， 我回来了，然后闻到饭香，感受那份最大的幸福。Queen。原来这里真的很难停车，要绕到村口才有车位。我说了可以自己收拾，不用麻烦你们。反正有空没关系。怎么样，东西是不是很多？有什么能帮你？刚才我进路易斯房间看过，我发现里面没什么私人用品，从我家搬回来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放在箱子里，原封不动。他一直期待可以搬回去，跟你一起生活。他曾经说过，不管是我还是他，都很希望一走进家门口，就感受到对方带来的幸福。路易斯每件事都会先考虑我，买东西会选我喜欢的颜色，做饭会想我喜欢吃什么，拍拖又会想我喜欢去哪儿。他做每件事都想让我开心，让我幸福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为他做过什么？我连家门口都不让他进，要他最后带着遗憾离开。你们经历的回忆和感情，永远都会留在你心里，成为你人生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已经没什么能再为他做的了。你有。路易斯最希望你得到幸福。我相信，只要你生活得开心，不再自责，不被后悔束缚一生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。希望从今以后，你比任何人都幸福。在路易斯淤血针孔的皮肤组织验到有塞森尼卡森，就是琥珀酸，是一种松弛剂，注射进人体之后的代谢物。又是肌肉松弛剂。这种松弛剂叫琥珀胆碱，比乙零用的维库溴胺药力更强，代谢率很快，是医院手术用的麻醉药，一般人应该买不到。让路易斯窒息死亡的应该是琥珀胆碱。路易斯身上没发现任何被捆绑或者挣扎过的痕迹，是因为他在遇害之前已经被以琳打了一针，使他变得肌肉无力，反应迟钝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他在被凶手注射琥珀胆碱，路易斯根本就没能力反抗，结果致命。凶手故意在路易斯本来打止痛针的针孔下针，下针手法纯熟，很有可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。就是说，我们要找的是以琳走了之后进去的人，还是个医务人员。但是路易斯认识的医护朋友应该不少。那你们的调查有没有新发现？路易斯楼上的住客在案发当天早上去了澳门，昨天刚刚回来录了份口供。他说，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大约8点多，他听到路易斯家里曾经发出过争执的声音。听不听得出路易斯是跟男人还是女人争执？住客说，当时他在看电视，只是突然间听到有1-2声特别大声，没特别留意到底是男还是女。但后来他去阳台收衣服的时候，发现衣服上有烟熏的味道。路易斯、Queen 和以琳都不抽烟，烟味很有可能是跟路易斯争执的人留下的。住客还说，那股烟味很奇怪，不像平时闻到那种，像夹杂了其他味道。但是很可惜，他形容不出来。烟味最容易吸附在布料上面，既然晾在楼上的衣服都沾有浓烈的烟味，那在路易斯家里靠近窗口位置的布置物品，很有可能也沾到了相同的烟味，就好比窗帘。
窗帘上有属于三手烟的焦油和尼古丁。换言之，真的有人在路易斯家抽过烟。另外还有微量的酒用焦糖 MCP 和7种含酚的化合物。当中2甲基苯酚是一种烟熏味，但是酚可以有很多组合，很难确定窗帘上面的烟味是来自什么物质。MCP 是食物用的增香剂和甜味剂，再加上酒用焦糖，窗帘布上的烟味儿可能跟酒有关。你们试试去掉三手烟的成分，针对烟熏味儿，再以不同的酒做成分比对，看看哪种酒跟窗帘上的烟味儿最接近。是，高 Sir。吴医生，Queen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坐。有朋友来这附近，所以顺便送送我。上次因为你跟我说了关于路易斯的点滴，帮我唤醒了很多以前珍贵的回忆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作为朋友，到现在我都觉得路易斯的离开真的很可惜。不过我知道你很坚强。啊，我在路易斯家收拾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份你开美容院的计划书，里面有路易斯的建议。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，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，所以就拿过来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出门啊？哦，是啊，一会儿飞。这么多行李，去很久吗？是学术交流，有时间可能到时候看看情况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电话，我进去接一下。